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普通的商业故事，而是来自一个传奇人物的肺腑之言——沃伦·巴菲特。他在2025年2月22日写下了一封信，作为伯克希尔·哈撒韦的年度报告。这封信不仅是对股东的交代，更像是一堂关于金钱、决策、人性以及未来经济的公开课。如果你喜欢听真实的故事，喜欢挖掘商业背后的秘密，那就赶紧点赞收藏，因为接下来的内容会让你大开眼界，而且还免费。我们不仅要拆解这封信，还要深入分析它对美国经济、美股，尤其是未来全球经济的启示，细节满满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探究竟。伯克希尔帝国的秘密地图。先来聊聊这封信的背景。伯克希尔·哈撒韦不是普通公司，它是个商业帝国，手握189家子公司，业务横跨保险、铁路、能源，还持有苹果、可口可乐、美国运通这些巨头的股份。掌舵人巴菲特已经94岁，但依然亲自操刀这封信，字里行间透着责任与洞察。他说，作为上市公司，他们得按规矩披露一堆数字，但真正的报告远不止这些，而是要让你明白你买的是什么，管理层是怎么想的。这就像巴菲特坐在你对面，坦坦荡荡地跟你聊他的成功、失误和那些不为人知的幕后细节。巴菲特坦白，我也有失手的时候。说到失误，巴菲特从不遮掩。他直言自己在评估公司前景时，有时会判断失误。比如，他买下一些业务，结果发现回报远不如预期。这种错误既发生在股票投资，他把这些看作企业的部分所有权，也发生在全资收购上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他在选人上也有失手的时候。有些管理者能力不行，有些甚至忠诚度有问题。他说，这种背叛带来的痛，不只是钱上的损失，有时甚至像婚姻破裂那样扎心。这种直白让人震撼，但也让人佩服他的勇气。拖延是致命毒药。不过，巴菲特不是只抱怨不行动的人。他提到60年前一位前辈汤姆·墨菲给他的建议，表扬时点名，批评时归类。所以，谈到子公司问题，他从不直接点名某人，而是笼统地说某类业务出了岔子。他还坦言，自己在选人上的命中率只能算还可以，但最致命的错误是什么？是拖延。他的老搭档查理·芒格曾警告他，问题不会自己消失，得果断出手，哪怕这让你不爽。这话一针见血，拖延只会让小问题变大麻烦。想想看，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，哪个错误不是越早解决越好？16次认错的背后。接着，他抛出一个数字，在2019到2023年的股东信中，他用了16次错误或失误这样的词。对比一下，很多大公司这5年里一次都没提过这些词。巴菲特调侃，除了亚马逊在2021年坦白过一些问题，其他公司的报告大多是甜言蜜语加漂亮图片。他还说自己当过不少大公司董事，发现有些地方甚至把错误当禁忌，生怕承认自己不完美。这种态度让他不安，毕竟谁能永远不出错？巴菲特的坦诚恰恰证明了他的自信和底气。聊到接班人，94岁的巴菲特很现实。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提到格雷格·阿贝尔很快会接替他，继续写这些年度信。他对格雷格充满信任，说他会延续这种直率的风格，而且明白一个道理，一旦开始忽悠股东，最后连自己都会信以为真。这种自欺欺人的下场，就是把自己逼进死胡同。这话听着简单，却直击本质。诚实不仅是道德，更是生存之道。皮特·利格尔。现在，我们把镜头转向一个鲜为人知但超有料的人物——皮特·利格尔。你可能没听过他，但他的故事能让你瞠目结舌。皮特是印第安纳州一家叫森林河的公司老板，主营房车生意。2005年6月21日，巴菲特收到一封信，
信里说皮特想把公司卖给伯克希尔，还直接报了价。巴菲特喜欢这种不绕弯子的风格，马上查了查房车市场，觉得这买卖有戏。6月28日，他就在奥马哈见了皮特。皮特带着妻子和女儿，气氛轻松，但目标明确。见面时，皮特说他想继续干，但得给家人财务保障。巴菲特问：你还有些地产租给森林河，值多少？皮特报了个数，巴菲特爽快地说：行，就按你说的，我不需要评估。然后谈到薪水，巴菲特问：你想要多少？皮特想了想，说：我看了伯克希尔的薪酬文件，不想比老板多，就给我10万美元一年吧。巴菲特差点没惊掉下巴。但皮特接着说：今年公司能赚 X， 他报了个具体数字，我想拿超出部分的 10% 作为奖金。巴菲特点头，没问题，但如果以后有大收购，我们得根据新资本调整一下。几句话，交易搞定。这顿饭在奥马哈的快乐谷俱乐部吃得其乐融融。从那天起，皮特带着森林河干了19年，业绩吊打所有对手，直到2024年11月，他80岁去世时还在岗位上。巴菲特说，皮特这种人太稀有了，他的专注和能力为股东赚了几十亿。这个故事听着多带劲，一个普通人靠实力和直率，愣是成了传奇。你是不是也觉得真正的牛人往往简单的让人意外？赢家如何概括失误？但巴菲特也提醒，不是每个公司都这么好懂，也不是每个老板都像皮特这么靠谱。他承认自己在判断业务潜力和人品时有时会失误，不过他也遇到不少惊喜。有些业务超出预期，有些管理者能力爆棚。比如该口保险是个经典案例，还有阿吉特、贾因这样的天才管理者，更别提查理、芒格这个独一无二的伙伴。他说，错误会淡去，胜利却能开花结果。这话多振奋人心，失误不可怕，关键是抓住那些能长久发光的赢家。学历不等于能力。有趣的是，巴菲特选人从不看学历。他提到皮特没上过名校，比尔盖茨大学没毕业就跑去创业，还有个老伙计本罗斯纳，只读到6年级却是零售天才。巴菲特自己上了3所好大学，但他坚信天赋比文凭重要。这话是不是给你提了个醒？别迷信纸面上的东西，实力才是硬核竞争力。474亿的意外惊喜。接下来我们聊聊2024年的业绩。伯克希尔赚了474亿美元的运营利润，比巴菲特预期还好。虽然189家子公司里有 53% 盈利下滑，但保险业务和投资收益撑起了大局。Geico 这颗老宝石在托德、库姆斯手上大放异彩，5年来效率猛增，2024年的进步尤其惊人。巴菲特说，这就像把蒙尘的钻石重新打磨，虽然还没完美，但已经光芒四射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保险是伯克希尔的命根子，2024年赚了大钱，尤其是财产保险价格走强。为什么？极端天气多了，气候变化可能在敲门。不过巴菲特警告，哪天要是来个超级灾难，损失会让人目瞪口呆。他还详细讲了保险的独特逻辑，先收钱后算成本。这模式让伯克希尔手里有了1710亿的浮存金，20年赚了320亿税后利润，平均每卖1美元保险赚 3.3 分。这生意听着就刺激，但风险也不小。铁路和能源这2块业务也有进步，但巴菲特觉得潜力还没挖尽。去年末，他们花39亿把能源业务股份从 92% 买到 100%，
用了29亿现金加10亿股票。这手笔够大吧？总的来说，2024年表现不俗，但巴菲特强调，他们看的是运营利润，不掺杂股票短期波动。他相信，长远看，资本收益会占上风，因为他们买的是好生意，时间越长越值钱。投资的两面镜子。说到投资，伯克希尔有2个篮子，一个装的是控股公司189家，总值几千亿，有亮点也有平庸的；另一个装的是少数股权，像苹果、美国运通这些巨头，年底总值2720亿。巴菲特说，他们不在乎是控股还是参股，只要回报好就行。有时机会多得挑不过来，有时只能干等。格雷格和查理都证明过，他们能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。但巴菲特也提到，公司体量太大，调整没那么灵活。少数股权可以随时买卖，控股公司就难脱手，除非问题无解。好在有些老板冲着伯克希尔的长情来，这也算优势。他还说，尽管外界觉得他们现金多得吓人，但大部分钱还是投在股票和生意上，现金只是备胎。毕竟纸币可能贬值，好生意却能抗风雨。美国经济的235年奇迹。现在我们把视角拉大，看看这封信对美国经济的暗示。巴菲特提到，伯克希尔60年来只派过一次股息，1967年的10万多美元。此后，股东们同意把钱再投进去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结果呢？公司交的联邦税超1010亿，2024年一年就交了268亿。他打了个比方，如果每20分钟给国库寄100万，2024全年都不够，还得拖到2025年1月。这数字多震撼，也反映了美国经济的活力。巴菲特感慨，美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缺陷，但创造力无人能敌。从1789年建国时的400万人，到现在改变世界，全靠储蓄和聪明投资。伯克希尔只是这奇迹的一小部分，但股东选择不拿分红，让公司壮大，也算贡献了一份力。他说，谢谢你，美国大叔。希望未来我们能给你寄更多钱，但你得管好货币，别乱来，还要照顾那些运气不好的人。这话既是感恩，也是警醒。美国经济的核心是什么？巴菲特信里给了答案：储蓄和资本的智慧配置。他提到，建国初期，美国靠借外债补储蓄，但更关键的是国内民众持续攒钱，然后有人把这些钱投到靠谱的地方。如果美国人只顾消费不投资，早就停滞不前了。这种模式听着简单，却推动了235年的飞速增长。从400万人到全球霸主，这速度连最乐观的殖民者都想不到。但这过程并不完美。巴菲特提到，美国一直有骗子和投机者，忽悠别人把钱交给他们，结果血本无归。今天这种现象依然存在，甚至更严重。看看近年来的加密货币热潮 SPAC 泡沫，不少人被花哨的承诺蒙蔽，最后一地鸡毛。但即便如此，美国经济的韧性依旧惊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总有聪明人把钱投到实实在在的生意上，就像伯克希尔这样，专注长期价值，而不是短期炒作。美股。再看看美股，巴菲特的投资逻辑给我们很多启发。他持有的2720亿股票，包括苹果、可口可乐这些巨头，赚的是高回报、低风险的钱。这些公司需要的有形资本不多，却能产生巨额利润。这种偏好反映了他对美股的看法：好公司稀缺，但一旦找到，就能带来持久回报。他提到，真正优秀的企业很少整体出售，但在股市上，你能买到他们的一小块，有时还能捡便宜。这不就是美股的魅力吗？流动性高，机会多，但前提是你得有眼光。不过，巴菲特也提醒，美股不是提款机。
伯克希尔这么大的体量，想尽快出不容易，有时建仓或清仓得花1年多。这说明什么？美股的波动性不容小觑，尤其是对大资金来说。2024年，他们的股票持仓从3540亿降到2720亿，可能是卖了些高位资产，也可能是市场回调。但他强调，无论如何，大部分钱都会留在股市，因为好生意比现金更靠谱。这对散户也是提醒，别老盯着短期涨跌，长期持有才是王道。未来经济。现在我们把焦点转向未来经济，巴菲特的信里藏着不少细节，值得我们细细挖掘。他提到，纸币可能因财政失控而贬值，美国历史上就曾走到边缘。想想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危机，物价飞涨，美元购买力大跌。再看看近年来的情况，联邦赤字连年攀升，2024财年达到 1.8 万亿美元，债务总额突破35万亿。这种趋势如果失控，货币贬值不是危言耸听。巴菲特警告，有些国家已经习惯了这种财政胡来，美国虽没走到那步，但也得警惕。他提到，固定收益债券在这种情况下毫无保护力，一旦通胀失控，你的存款可能缩水到让人崩溃。实体价值是避风港，但他并不完全悲观。他相信，好生意和个人技能能抵御货币动荡。只要你的产品或服务有人要，经济再乱也能找到出路。比如，他提到伯克希尔靠投资实业和股市吃饭，60年来几乎没分红，全靠复利滚出1010亿的纳税额。这说明什么？未来经济的关键不在纸币，而在实体价值。那些能持续创造需求的公司，比如科技巨头、能源企业，甚至基础消费品公司，会成为避风港。而个人呢？他提到技能的重要性，像医生、律师、运动员这些稀缺能力，总能在乱局中站稳脚跟。这话听着多有底气，也点出了未来的生存法则：靠实力吃饭，别指望天上掉馅饼。气候危机下的保险难题，保险业务的部分更透露出他对未来风险的深度思考。2024年，极端天气推高了财产保险价格，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。巴菲特提到，飓风、野火、龙卷风的破坏力在加大，频率和成本也越来越难预测。他警告，哪天要是来个超级灾难，比如一场席卷沿海的超级飓风，或加州一场烧毁数千亿美元财产的野火，保险公司可能瞬间损失惨重。他提到，过去20年，伯克希尔的浮存金从460亿涨到1710亿，但这也意味着风险敞口更大。未来呢？他认为，这种不确定性会持续加剧，企业得学会灵活定价，甚至缩短保险周期，就像汽车保险从1年期改成半年期那样。这对我们普通人意味着什么？保险费用可能越来越贵，生活成本也会随之上涨。诉讼文化，他还提到诉讼风险。美国的诉讼文化越来越夸张，动不动就是天价赔偿。想想那些医疗事故或产品责任案，有时一个判决就能让公司破产。巴菲特说，伯克希尔得硬抗这些离谱判决和欺诈行为，但这也推高了运营成本。未来，这种趋势可能恶化，尤其在经济下行时，人们更爱通过诉讼捞钱。这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？企业会更谨慎，创新可能受限，因为谁也不想因一个新产品被告到倾家荡产。日本投资，聊到全球经济，巴菲特的日本投资是个亮点。2019年起，他们买了5家日本公司：伊藤忠、丸红、三菱、三井、住友。到2024年底，成本138亿，市值235亿，赚得盆满钵满。他喜欢这些公司的稳健、分红合理、回购聪明，
管理层薪水不高，而且他们用日元债对冲汇率风险，2025年预计净赚6.77亿。这笔买卖精明极了，也暗示未来全球经济的机会不止在美国。日本这种成熟市场，经济虽增长缓慢，但企业盈利稳定，估值偏低，是个不错的避险选择。未来呢？巴菲特提到会长期持有，甚至增持，这说明他看好日本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，尤其在美元波动加剧时，这种多元化布局能分散风险。技术驱动的未来，未来经济的另一个细节是技术的角色。巴菲特没直接提 AI 或新能源，但他提到比尔·盖茨当年放弃学位投身科技，改变了世界。这暗示什么？未来经济的主导力量可能还是技术驱动的公司。想想 AI 如何重塑保险定价，或新能源如何改变铁路和公用事业，这些都是伯克希尔的业务。未来10年，科技可能进一步压缩成本，但也会带来新风险，比如网络安全威胁或数据隐私诉讼。巴菲特没明说，但他强调智慧配置资本，这不就是在提醒我们，抓住科技红利的同时，得防住它的双刃剑。2025后的经济棋局。再看宏观层面，巴菲特提到美国235年的奇迹靠的是资本主义，但这系统有毛病，比如贫富差距拉大，投机风气盛行。未来呢？他没给具体预测，但隐晦地提到政府得保持货币稳定，还要照顾弱势群体。这话有深意。2025年，美国经济可能面临多重考验：通胀压力、债务上限谈判、气候政策的成本。如果财政纪律崩了，美元霸权可能动摇，全球经济格局也会变天。巴菲特说，伯克希尔会继续投美国股市，因为这里机会最多，但他的日本投资也表明，他不把鸡蛋全放一个篮子。未来，我们可能看到更多企业走向全球化，分散地缘和货币风险。具体到2025年后的经济，他提到伯克希尔希望交更多税，这是个信号。他预期公司还能增长，贡献更多利润。但这也取决于美国经济别翻车。如果利率继续高企，企业借贷成本上升，盈利可能承压；如果美联储降息，股市可能再创新高，但通胀风险又会抬头。巴菲特没预测这些，但他强调长期主义，好生意能穿越周期。这对我们普通人呢？别追热点，找能抗压的资产，比如现金流强的股票或实物资产，像黄金、房产。最后，他提到短命者的问题，那些因运气不好而落魄的人。未来经济的不平等可能加剧，技术进步会淘汰低技能岗位，气候灾害会让穷人更穷。巴菲特呼吁政府花钱有道，这是在提醒未来的稳定不只靠市场，还得靠政策。如果社会撕裂加剧，经济可能陷入恶性循环。这话听着沉重，但也现实。未来不是人人都有好日子，得未雨绸缪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。巴菲特这封信不只是讲生意，更是用60年的经验告诉你，成功靠眼光，失误要认账，天赋比文凭重要，诚实是最佳策略。对美国经济，他既感恩又警醒；对美股，他教你抓长期价值；对未来，他让你准备好面对通胀、气候、技术、全球化的冲击。你是不是觉得受益匪浅？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朋友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